关于跨国婚姻的话题非常的火，3天2头就有人拿这个出来说事儿。类似于下面这样的东西，大家应该没少见。各种鼓吹因为中国不行，素质低，所以世界上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中国男人的言论。即便到了现在，各种类似的短视频也层出不穷，点赞者甚多。曾经那些鼓吹嫁给欧美日韩，我还勉强可以理解，毕竟以前的经济差距摆在那里。但那些鼓吹嫁到印度乃至于中东说会非常幸福的人，已经不是极端女权了，是邪恶女权，缺阴德，坑死人不偿命，以后早晚是有报应的。所有的跨国婚姻都需要登记，只要是领证的官方都有记录。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中国的跨国婚姻数据到底是怎样的。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9年中国男性共外娶29329人，中国女性共外嫁19095人，各省份明细如下。在2020年，因为疫情原因，中国男性共外娶10054人，中国女性共外嫁7137人，各省份明细如下。从实际数据来看，中国男性外娶的数量远大于中国女性外嫁的数量。那为什么有女权鼓吹中国男人全世界都没人要，天天拿这个说事儿呢？因为在以前，中国的跨国婚姻确实都是在女性外嫁、男性外娶的数量非常非常少，直到2018年才出现首次逆转。2001年，中国女性外嫁接近7万人，男性外娶数量仅为1万人。随后，女性外嫁人数一路暴跌，男性外娶数量震荡上扬，于2018年出现首次反超。现如今，女性外嫁人数相比20年前下降了 89.47%。那些鼓吹女性外嫁的女权言论，本质上其实是公知言论，玩的就是从各种方向论证中国不行那一套。所谓女性外嫁，只是论证中国不行的一个理由和工具，仅此而已。但这是古墓派公知，早已过时，因为跨国婚姻早就不是20年前那个样子了。为什么这20年中国女性外嫁的人数一路暴跌？为什么这20年中国男性外娶的人数震荡上扬？先谈第一个，导致中国女性外嫁人数一路暴跌的最大因素就是示范效应。以前嫁过去的人普遍生活的都不怎么好，这是导致外嫁人数连年下跌的最大原因。别相信那些洗脑文章的谎言，天天鼓吹外嫁女性多幸福，真实的登记人数已经表明了一切。要是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好那么幸福，外嫁人数肯定是越来越高，不可能越来越少。日韩欧美虽然富，但家暴率远远超过中国，妇女地位远远低于中国。在以前，这些发达国家自带美颜滤镜，大家都无视这一切，反正有钱就行。但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那就是怎么样，所以愿意嫁的人越来越少。至于印度和中东，那就更扯淡了，堪称女性地狱。2022年7月4日，印度中央邦一名女子因为试图和情人私奔，被丈夫骑在脖子上游街，当地人认为这天经地义，该女性罪有应得。2022年6月，一名中国女子求救，她听信某些女权的谣言，在5个月前嫁到了中东，并自愿给了丈夫60万支持其事业。结果到了中东后，被丈夫一直家暴，每次都把女方打得遍体鳞伤。现在这名女子的诉求是把自己给这位中东丈夫的60万里拿回还没花掉的40万，并从丈夫身边离开，回到中国。但她的中东丈夫1分钱不还，还威胁要把她弄死在中东。在中东，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出行必须有至少一位男性亲属陪同。想坐飞机回中国，没有她丈夫签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女人属于男性私有财产，所以中东法律没有家暴这一说，更没有说通过法律把给达到中东男性手里的钱再拿回来这种可能性。1977年7月15日，因自由恋爱，沙特阿拉伯连19岁的法赫德公主都能被公开处决，这样的地方你指望法律支持普通女性，那不是搞笑吗？钱是肯定要不回来的，求助中国领事馆勉强能获得回国的人身自由，仅此而已了。为什么我说欺骗女性嫁这些地方的人纯属缺德，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外嫁女性在接近20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因跨国婚姻特别幸福甚至致富的标杆群体，反而因外嫁过得很凄惨的案例比比皆是，整体离婚率达到了40%，这才是导致外嫁女性人数连年萎缩的根本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国力连年增长和西方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小。在以前，本国整体比中国富算是西方男性唯一的优势了，其他方面都没法比。但如今这个差距越来越小，再叠加西方女性极低的社会地位，整体一算账越来越亏，于是愿意嫁的人就越来越少。那中国男性这些年外娶数量越来越多，是因为中国经济腾飞了吗？当然和这个有关，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真正导致中国男性外娶数量越来越多的是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在跨国婚姻的形成中，经济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男女首先要认识，首先要进行现实中的接触。要是连这个都没有，根本不可能谈得上婚姻。假设中国有1000万单身男性在外国工作，和外国人进行日常接触，即便两国经济一样，每年光自然吸引都能产生几十万对新人。任何国家都有穷人和富人，每个人都能找到和自己生态位匹配的对象。但是在2001年那个时候，中国企业基本没有走出去的，都是外国企业来中国，而愿意来中国闯荡的外国人里，单身男性是绝对多数。换位思考，今天的中国人愿意去异国他乡闯荡，博取一个未来的单身男性数量也远远大于单身女性数量。今天让一个中国单身女性去东南亚穷国或非洲打拼5-6年，你觉得这事儿可能吗？哪个女性会愿意这么做？男性愿意，且这么干的人很多。这道理换到20年前跨国公司来中国的时候是一样的。这些单身男性在中国待久了，就算收入和中国人一样，也肯定有因自然吸引而婚恋的，更别提本来当时的工资就远超中国平均。如果你仅考虑贫富差距来解释20年前中国女性外嫁比例很高，那是说不通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男性接触到的外国女性数量远低于中国女性接触到的外国男性。因为如果仅考虑贫富差距，那么中国女性外嫁比例最高的地区应该是西北穷困山区，那里的女性最穷，最容易被外国男性吸引。但实际上，外嫁比例最高的地区是上海等发达地区，而且外嫁女性的身份通常是大学毕业的中产，收入和家庭条件都还可以。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首先，上海的跨国企业比例很大，这里的外国男性数量很多，而和这些外国男性有接触、做业务对接的中国女性，最低也是白领，所以嫁外国人比例最高的地区是中国最富的上海，而不是最穷的山区。这是婚姻，不是人口买卖。首先你得接触并诞生一定感情，才谈得上结婚。这道理放在中国男性外娶身上是一样的。那些所谓花钱买越南新娘的广告，基本都是骗人的，被骗率超过99%。花钱是买不到老婆的。东南亚女性再穷，也不会为了这点钱自愿被买。那些说可以给你介绍外国老婆的跨国婚介，也许个别有用，但大多数都没用。你换位思考到女性外嫁上就可以了。中国女性外嫁有几个是通过跨国婚介完成的，还不都是自己在现实中找到的？女性通过跨国婚介能找到如意郎君，骗鬼呢？能成几对？成了后幸福吗？中国女性没办法通过跨国婚姻找对象，中国男性当然也没办法。所以买媳妇这种广告听起来很诱人，花钱也不多，潜在需求超级大，但实际上外娶数量远远低于实际需求。就是因为这种广告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具备操作意义，纯属骗人，所以无法带来外娶数量的实际增长。但最近5-6年，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并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企业变成跨国公司的越来越多，在外国设立分部做业务的越来越多，在一带一路国家搞基建的也越来越多。中国工人出海工作从新闻变成了普遍行为。当出海工作的中国男性数量越来越多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一些本地女性，然后其中有一部分就建立了感情。跨国婚姻首先要男女有现实中的物理接触，才谈得上婚姻可能。最近几年，我们跨国务工人员的数量增长，才带来了外娶数据的增量。我们可以看看近几年外娶案例都集中在中国哪些地区。广东、福建是传统出国大省也就算了，广西、云南、江西、安徽、河北，中国男性外娶数量高度集中于这些省份，而这些省份并不算富裕。为什么这么多跨国新娘要来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区是外出务工大省，男性大量外出打工。公司说让去海外干活，那就去呗，和在深圳干活也没啥区别。啥？
出去就要待3年，项目做完才能回来，这可不行，我过年还要回老家呢，工资翻倍啊！哦，那没事了，我愿意出国待5年也没事。在海外待时间久了，工资在当地又属于绝对高薪，又是单身小伙，你说会发生什么事儿呢？3年时间甚至更久，别说建设感情，这时间建设孩子都够用了。有人回国后就顺便把老婆也一起带回来了。从目前的情况看，最受欢迎的新娘是白人，所有和白人女性结婚的图传播率都很高。嫁到中国的白人女性主要来源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而嫁入中国的绝对主力是东南亚新娘，以越南、缅甸、柬埔寨、泰国为主。近几年，日韩新娘数量也开始明显增多。非洲新娘数量最少，虽然经贸往来增多，但对中国男性外娶暂时没看到什么影响。从这方面来看，虽然经济和人员往来是决定跨国婚姻最主要因素，但种群的整体强大程度以及传统婚恋观念对跨国婚姻也有巨大影响。除留学人群外，中国单身女性找外国人结婚主要是在国内找，独身一人出国工作生活再结婚的很少，甚至很多人找外国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国。而中国单身男性找外国人结婚，除留学人群外，主要是在国外找，因为你在国内很难碰到单身外国女性，不是说完全没有，而是数量很少，不成正比。全球几乎所有种群的女性都是比较传统和保守的，就连菲律宾女佣在出国打工前，都会先在本国结婚生子，再出国当保姆，给自己留一条国内的退路。去异国他乡闯荡风险太高，在黄金适婚年龄找不到良人的风险也太高，女性一般不愿意这么做，都希望在自己本地找，降低自己选择成本。因此，中国男性想增大外娶数量，只能自己走出去，去异国他乡工作一段时间，而这依赖于中国企业的强大，跨国公司的增多，对外经贸往来的扩大，不然你哪有机会出国工作？同时还要依赖于中国的整体强大和富裕所带来的美颜滤镜，国力差距越大，跨国婚姻越容易。女性慕强，这是天性，也是自然规律。而中国在这20年越来越强。等疫情结束，中外人员恢复大规模交流的时候，跨国婚姻的数量会迎来爆发式增长。每一个跨国婚姻都值得尊重和鼓励，都有助于中国走向世界，无论男女。今天只是让大家注意到客观存在的事实，近20年中国女性外嫁的数量越来越少，而中国男性外娶的数量越来越多。在考虑跨国婚姻的时候，不要被某些谎言文章和视频所欺骗，有些人纯粹就是良心坏透了出来恶意骗人。去掉那些谎言文章给你强行带上的美颜滤镜，客观评价下对方到底是不是个好人，婚后会怎么对你，值不值得托付一生。跨国风险大，不要草率结婚，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以后不要相信那些利用跨国婚姻来抹黑中国的文章了，因为真实的跨国婚姻数据只能证明中国越来越强，越来越富，女性地位越来越高，而不是相反。